在这个讲究人际互动的世界里，很多人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，把被喜欢和被尊重混为一谈。我们总以为只要温柔待人，处处忍让，处处为人着想，就能换来他人的敬重。可事实却常常狠狠打脸，你越是讨好，别人越可能忽视你；你越是忍气吞声，别人越可能践踏你的底线。那些真正受人敬畏的，往往不是最和蔼可亲的，而是最难以被掌控的。喜欢是一种情绪的涌动，像潮汐般涨落不定，容易被操纵与利用；而尊重是一种基于力量与边界平衡的理性判断，稳固而持久。当你将人生的价值建立在讨人喜欢的渴望之上，就如同将自己的主导权拱手让人，活在别人对你的好恶之间。要赢得真正的尊重，你必须学会一项核心技能，切断你对被喜欢的依赖。当你不再渴求他人的赞许，一种强大的能量将在你体内觉醒，这就是所谓的情绪抽离。这并非冷漠无情，而是一种高度的自我掌控力。你不再因外界的评论而动摇，不再为迎合他人而压抑真实的自我。你的每一次行动，每一句话语，都源于深思熟虑的策略，而非一时的情绪冲动。这种抽离会让你变得难以预测，让人难以捉摸。你成为了一个变数，而人类的本能对变数总是充满警惕与敬畏。尊重从不诞生于熟悉的平庸，而来自于未知与力量的结合。如果你总是让人一眼看穿你的下一步，他们就会将你视为可利用的对象，甚至轻视你。尊重从来不是用好人的形象换来的，它的背后往往是边界感、不可预测性，还有清晰的后果。要打破这种困境，你必须掌握一个极其重要的武器——不可预测性。成为一个无法被轻易定义、无法被简单贴标签的人。在人际交往中，你可以运用模糊性来创造心理上的张力，用克制来酝酿沉默的力量。不要急于回应，更无需急于解释。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语言。当你保持沉默时，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揣测你的立场，担心你的反应，并重新评估他们的言行。这种沉默带来的压迫感，正是你影响整个场域的工具。你的每一个举动，不该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而进行的表演，而是一种有目的性的影响力。真正的力量不在于你发出多大的声音，而在于你如何掌控你的存在感。你可以一言不发，却让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你身上。你可以静静地坐着，却让整个房间的人都在等你的下一步行动。这就是稀缺性的力量。频繁露面的人终将被视为理所当然，而真正有力量的人懂得控制自己的曝光频率。你不需要参加每一场聚会，不需要秒回每一条讯息，更不需要对所有人都展现出善意。你要让别人明白，接近你，得到你的青睐，是一件需要资格、值得争取的事情。当你变得稀缺，你的价值自然水涨船高。当你难以接近，你便成为追逐的目标。有一次在公司例会上，2个部门同时提出新专案的方向。阿正是个一向随和的人，总想着与人为善。阿正的提案刚讲了一半，就被另一位同事打断，不断插话。阿正面带微笑，没有反驳，只是尴尬的停下来。最后阿正整个专案几乎被忽略，没有人在意，小智却完全不同。当同样有人企图打断他时，小智沉默了几秒，用目光直直看向对方，语气平静却坚定地说：等我讲完，再听你的。全场安静下来，连打断小智的人也不再多言。虽然有些人暗地里觉得小智强势，但没有任何人敢随意轻视小智。同一个场景，2种截然不同的结果，这就是被喜欢与被尊重的差别。想让不喜欢你的人尊重你，关键不在于改变他们的情绪，而是让他们知道，轻视你是有后果的，让他们清楚你的边界、代价和坚定态度。在每一次互动中，你的讯息都应该清晰无误。我不需要你喜欢我，但你不能轻视我。这是一种冷静而强大的宣言。赢得尊重，
无关你是否是众人瞩目的焦点，而在于你是否是一个能改变局势，不会为取悦他人而妥协的变数。你所要做的是成为一种让人回头不敢轻视、无法忽视的存在。杰克曾是公司里最讨人喜欢的老好人，他总是第一个答应同事的请求，即使那超出了他的职责范围。他从不拒绝任何聚会邀请，总是在群组里热情地回复每一个表情包。他以为这样能赢得大家的尊重与友谊，但事实恰恰相反。同事们将他的帮忙视为理所当然，甚至将自己的分内工作推给他。当他偶尔拒绝时，反而会遭到冷言冷语。杰克怎么变了？以前不是这样的。在一次关键的专案汇报中，他的想法被资深舞者同事轻易的打断和否定，他的意见被忽略，他的善良被当成了软弱，他的随和被视为平庸。杰克感到前所未有的挫败。在一次与一位高阶主管的私下对话中，他道出了自己的苦恼。这位主管听后给他讲了一个故事。我年轻时也像你一样，希望得到所有人的认可。后来我意识到，一个杯子如果总是装满水，别人就不会往里面加新东西。你必须学会把水倒掉，学会说不，学会留出空间，这样别人才能看到你的深度。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杰克。从那以后，他开始改变。他不再是随叫随到的工具人，他开始明确自己的工作边界。当同事提出不合理的要求时，他会礼貌而坚定地说：抱歉，我手头还有个紧急专案，可能无法帮你。他的回复变得简洁，甚至偶尔保持沉默。在团队会议中，他不再急着发言，而是先倾听，然后在关键时刻用精炼而有力的语言提出自己的见解。起初，同事们感到不适应，甚至有些不满，但很快，他们发现杰克不再是那个随意可以指使的人了。他的意见变得更有分量，因为他只在有价值时才开口。当他提出不时，人们反而会认真思考他背后的原因。当他保持沉默时，人们会揣测他的想法，不敢轻易下定论。渐渐的，杰克在团队中的地位发生了质变。他不再是那个讨喜的老好人，但他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。人们开始主动向他请教意见，因为他们知道他的建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在新的专案中，他的发言再也没有人敢轻易打断，因为他们知道冒犯杰克会付出代价。人类有一个天性，对可控的事物不会敬畏，但对不可预测的东西会下意识保持谨慎。你越容易被看透，越容易被利用；你越难以被掌握，就越容易被尊重。比如，一位主管如果凡事都照规则出牌，部属很快就能摸清楚他的习性，自然也会失去戒心。但如果他偶尔出乎意料，该奖赏时果断奖赏，该惩戒时毫不手软，部属就会始终保持敬畏。在一次应酬的饭局上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话题逐渐带点挑衅意味。有人故意调侃一位新来的主管：听说你以前业绩一般啊，怎么现在升上来了？这位主管并没有立刻辩解，而是端起酒杯，静静看着那人，淡淡笑了一下，却一句话也没说。空气瞬间凝固，那人反而觉得尴尬，立刻换了话题。这就是沉默的力量。有时候，沉默比千言万语更能震慑人心。因为当你不急于回应，人们反而会自己脑补你的立场与底线，从而心生敬畏。真正有力量的人，不是时时刻刻都在场，不是逢人就笑，逢事就插话，而是懂得控制出现的频率，在必要的场合出现，保持稀缺性，在关键的时刻发声，让话语带来重量，在无关紧要的地方选择沉默，保留神秘感。当一个人的存在感不能被精准控制时，他的能量场域自然会扩大。你真正需要的是被铭记，而非被喜欢。被喜欢是短暂的，被铭记才是长久的。而铭记的前提是你曾带来一种难以忽视的影响力，一种不容侵犯的气场。这种气场是如何形成的？除了情绪抽离和不可预测性，
还有一个被大多数人忽略的关键，你的非言语信号。沟通的本质远不止于我们说出的话语。心理学家们发现，在人际互动中，我们的音调、语气、身体姿态和眼神交流所传递的资讯比言语本身更具影响力。这就像一个隐藏的权力游戏，在无声中决定着输赢。有一位求职者，专业知识并不突出，但他走进会议室时，背脊挺直，步伐沉稳。与面试官对视时，眼神坚定，微笑真诚，回答问题语速清晰，还配合着自然的手势。结果，他的自信感染了整个场面，成功脱颖而出。另一位求职者虽然履历漂亮，但进场时缩着肩膀，声音小到几乎听不清楚，眼神闪躲。结果，所有人都觉得他缺乏自信，即便能力再好，也失去了机会。回想一下你见过的那些有影响力的人，他们的声音往往沉稳有力，语速适中，不会过快让人感到焦虑，也不会过慢显得拖沓。他们懂得运用停顿来强调重点，用音调的起伏来表达情绪的细微变化。一个有力量的声音能在无形中建立起你的权威。当你在表达重要观点时，适当的降低音量，反而会让听者不自觉的靠近，专注倾听，因为他们下意识的认为你所说的是秘密或机密，需要专注才能捕捉。眼神是灵魂的窗户，也是权力的战场。一个坚定不闪躲的眼神能传达出真诚、自信和无所畏惧。当你与人交谈时，保持适度的眼神接触，这既是对他人的尊重，也是一种力量的展现。如果你想营造一种压迫感，可以稍微延长注视的时间，或在对方发言时用一种平静而有力的目光回应，这会让对方感到被审视，从而重新斟酌自己的言辞。在这个世界上，让人无法预判你，是你赢得尊重最锋利的武器。你要学会的3件事： 1. 切断对被喜欢的依赖。当你不再渴望别人的好感，你的能量就会回到自己手上。2. 用边界感建立尊重。当别人试探你时，不要怕说不，尊重来自清晰的界限。3. 练习沉默与不可预测性。不要急于回应，不要让人轻易看透你。你的模糊与克制正是力量的来源。当你真正学会让人害怕失去你，害怕误解你，害怕挑战你时，你将不再被忽视，也不再被人操控。你将成为那个即使不被喜欢，也无法不被尊重的人。这种尊重来自于你对自我价值的坚定信念，来自于你对言行的深思熟虑，来自于你选择沉默时的从容，以及出击时的精准。人际关系是一场漫长的修行，愿你我都能从中获得真挚的尊重与美好的关系，活出那个即使不被所有人喜欢，也依旧闪闪发光的自己。你准备好开始你的蜕变了吗？